在大唐帝国金戈铁马的开国长卷中，有一颗将星的光芒穿越千年依然炽热。他17岁投身乱世，从草莽义士到开国元勋，从沙场悍将到辅政重臣，三朝元老的身份里藏着半个盛唐的兴衰密码。唐太宗称他纯臣，唐高宗为他辍朝7日，敌军闻其名而丧胆，士卒愿为他效死力。他便是李绩，这位本姓徐氏的传奇名将，用75年的人生，在刀光剑影中写就推功于下、散财于世的磊落，在波诡云谲中守定感恩推功、至死不渝的忠义。从瓦岗寨的少年谋士到昭陵旁的阴山墓冢，他的故事不仅是一部个人的征战史诗，更是打开大唐开国气象与政治智慧的密钥，每一页都闪耀着让后世仰望的光芒。公元594年，在今天的山东菏泽境内，当地望族徐氏家族迎来了一个男婴，父母为他取名世纪。这户人家并非寻常农户，而是坐拥众多童仆、储粮数千中的地方豪族，家境殷实富足。徐世绩的父亲徐盖是位乐善好施的长者，常常接济贫困百姓，无论对方是否沾亲带故，皆一视同仁。这种仗义疏财的家风深深烙印在少年徐世绩的心中，10载他自幼便洒脱不羁，胸怀远大志向，虽不喜耕读之事，却酷爱结交天下义士。在乡邻眼中，他是个轻财重诺、与众不同的奇少年。大业末年，隋炀帝的暴政引发天下大乱，黄河两岸盗匪风起，百姓深陷水火，生活困苦不堪。公元611年左右，17岁的徐世绩目睹生灵涂炭的惨状，对父亲进言：如今天下已乱，若守着家产坐以待毙，不如投奔义军，这样既能保全家族，也能救助苦难百姓。恰逢此时，翟让在瓦岗寨聚众起义，徐世绩便与同乡好友王伯当一同前往投奔。这个决定就此开启了他波澜壮阔的军事生涯。初入瓦岗军的徐世绩很快凭借过人的战略眼光崭露头角。当时瓦岗军虽人数不少，却因缺乏稳定补给，常陷困境。徐世绩向翟让献策：咱们都是乡里乡亲，不应在本地劫掠扰民。汴水、泗水之间商旅往来频繁，若能截取官司船只上的物资，军队的粮草军备自然就能充足。翟让欣然采纳这一计策，率军前往运河劫掠商旅，果然收获丰厚，军队实力大增，势力也随之迅速发展壮大。隋将张须陀是当时著名的剿匪名将，曾多次重创各路义军，听闻瓦岗军崛起，立即率军前来征讨。翟让等人久闻张须陀威名，心生畏惧，想要避战，徐世绩却力主迎战，并献上伏击妙计。他与刚投奔瓦岗的李密兵分几路设下埋伏，自己亲率一支队伍诱敌深入。待张须陀的军队进入包围圈后，伏兵骤然杀出，隋军顿时陷入混乱。激战中，徐世绩身先士卒，率军奋勇突击，最终大破隋军，更在阵前斩杀了名将张须陀。经此一役，徐世绩的威名在义军中广泛传播，成为瓦岗军不可或缺的核心将领。随着瓦岗军势力日渐扩大，内部开始出现权力纷争。创始人翟让虽有守义之功，却缺乏雄才大略，而后来投奔的李密则智勇双全，更具领袖气质。徐世绩与王伯当看出李密的过人才能，劝翟让道：李密智勇过人，又有天下名望，若能奉他为主，必能成就大业。翟让深明大义，坦然同意让贤。李密于是成为瓦岗军首领，
建国号位，封徐世绩为东海郡公。此时的徐世绩虽年仅20出头，却已成为能够影响义军走向的关键人物。李密掌权后，瓦岗军进入鼎盛时期，而徐世绩提出的攻取黎阳仓战略，成为这一时期最关键的决策。黎阳仓是隋朝在北方的重要粮仓，储粮极为丰富，堪称天下粮仓之冠。徐世绩向李密进言，天下大乱的根源在于饥荒，若能夺取黎阳仓，开仓放粮救济百姓，必能召集天下义士，成就霸王之业。李密深表赞同，当即命令徐世绩率军攻取黎阳仓。徐世绩率军巧用梯冲等攻城器械，奋勇强攻，最终攻克黎阳仓，顺利夺取这座战略粮仓。进城后，徐世绩立刻下令打开粮仓，任凭百姓自由取用粮食。周边百姓听闻消息，纷纷扶老携幼前来领粮，捧着救命粮食的百姓们哭拜于地，称瓦岗军为救命之师。短短10天之内，瓦岗军就招募到20多万士兵。凭借充足的粮草和大批生力军，瓦岗军实力大增，一跃成为中原地区最强大的割据势力。此后，徐世绩在瓦岗军的多次战役中屡立奇功。在与王世充的洛水之战中，他率军在南岸列阵，面对王世充的精锐骑兵毫无惧色，待敌军一半人马渡河之际突然出击，斩杀数千人，更是1万多人溺水而亡，大败王世充军。在抵御宇文化及的战役中，他创造性地使用地道战术，率军挖通直达城下的地道，直抵城墙内部，成功迫使宇文化及撤军，巩固了瓦岗军的防线。这些战役充分展现了他有谋善断、从善如流的军事才能，使他成为李密最倚重的将领之一。然而，瓦岗军的鼎盛未能长久维持。公元618年，李密在与王世充的决战中失利，被迫率领残部投奔唐朝。此时，徐世绩正镇守着瓦岗军控制的大片区域，其中包括黎阳仓等战略要地。面对这一局面，部将们都劝他直接将土地和人口献给唐朝，以此邀功请赏。徐世绩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。他对属下说，这些土地和人口都是魏公的产业，我若直接献给唐朝，便是借着主人的失败邀功，这是不义之举。于是他详细记录管辖的州县名称、数量以及军人户口，全部交给李密，让他献给唐朝，将功劳完全归于旧主。李渊得知此事后，对徐世绩的忠义赞叹不已，感慨道：徐世绩感恩推功，实在是纯正的忠臣。为表彰他的忠义之举，李渊下诏赐他姓李，改名为李世绩。后来因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讳，改称李绩，封曹国公，赏赐良田与豪华宅地10亿1000户。这一事件不仅让李绩获得了唐朝的高度信任，更奠定了他忠义典范的历史形象，为他日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。归唐之后的李绩很快成为唐军平定天下的核心力量，在统一战争中展现出不可替代的价值。公元619年，窦建德率领河北义军突袭黎阳，李绩猝不及防之下被俘。窦建德久闻其威名，一心想将这位名将收为己用，不仅任命他为左骁卫将军，更将其父徐盖留在军中作为人质加以牵制。面对这般境况，李绩表面接受任命，心中却始终牵挂唐朝，暗中联络旧部，策划刺杀窦建德，试图借机归唐。可惜计谋泄露，他只得与心腹郭孝恪仓促逃归长安。李渊得知他身陷敌营，仍心向大唐的忠义之举，不仅没有丝毫责怪，反而更加信任。
当即任命他为秦王府行军总管，让他跟随李世民征战四方，这也成为他日后辅佐太宗的起点。此后数年，李继跟随李世民驰骋中原，在平定割据势力的关键战役中屡建奇功。征讨王世充时，他率军死死围困洛阳外围的虎牢关，多次击退王世充的援军，像一把铁索般切断了洛阳与外界的联系，为最终攻克这座坚城立下汗马功劳。当窦建德率领10万大军千里驰援王世充时，李继又深度参与李世民的围城打援妙计，在虎牢关前与敌军展开激战，最终大败窦建德，并将其生擒，彻底瓦解了2大割据势力的联盟。战后论功行赏，李继与太宗一同身披金甲，乘坐兵车前往太庙举行告捷仪式，那份荣耀与风光，正是对他赫赫战功的最佳见证。平定王世充、窦建德后，中原大地尚未完全安宁，徐元朗、辅公石等割据势力仍在负隅顽抗。公元621年，李继被任命为河南道大总管，率军征讨徐元朗。他深知单纯军事打击难以彻底平定局势，于是采取交辅并用的策略，一方面挥师强攻，接连攻克徐元朗占据的10余座城池，另一方面派人前往招降其部众，使归降者络绎不绝，很快便平定了整个山东地区。公元623年，辅公石在江南发动叛乱，并自称宋帝，李继又与李靖兵分2路前往征讨。他亲率陆军从陆路进军，连克宣州、歙州等地，与李靖的水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，最终彻底平定叛乱。辅公石在仓皇逃窜中被擒获。经此一役，江南地区尽数平定，唐朝的统一大业基本完成，天下迎来了久违的安定曙光。在平定天下的征战中，李继不仅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，更以高尚品格赢得全军上下的敬重。实在他每次打胜仗后，都将功劳全推给下属，获得的金银布帛等赏赐也悉数分给士兵，因此士兵们都愿意为他拼死效力。曾有一次，他率军攻克城池后，缴获大量财物，属下劝他留一部分自用，他却坚定地说：将士们出生入死，才有今日之功，这些财物本就该归他们所有，我怎能独自占有？说完便将财物全部分给士兵，自己分文未取。这种推功散财的作风，让他赢得了全军上下的衷心爱戴，也使他的部队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战斗力和凝聚力。公元627年，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，将镇守北方边境的重任交给李继，任命他为滨州都督。在滨州镇守的16年间，他治理严明，令行禁止，不仅多次成功击退突厥的侵扰，更让边境长期保持安定无战事的局面。唐太宗曾对侍臣感慨道：隋炀帝不懂精选贤才安抚边境，只知道修筑长城防备突厥，实在可笑。我如今任命李继镇守滨州，突厥便不敢向南侵犯，他的镇守比长城还要坚固啊！这番话既是对李继守边功绩的肯定，更道出了他在边疆防务中的核心价值。公元629年，突厥协力可汗频频侵扰唐朝边境，唐太宗决定出兵北伐，任命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，李继为通漠道行军总管，兵分2路合击突厥。这一战役成为李继军事生涯中最辉煌的篇章之一，充分展现了他运筹帷幄、决胜千里的卓越才能。李靖率先率领精锐骑兵趁夜奇袭定襄，大败突厥军，协力可汗仓皇逃往碛口。李继则率军迅速进驻白道，牢牢切断了协力可汗的退路，
形成关门打狗之势。协力可汗见势不妙，假意派使者向唐朝请降，实则想拖延时间，伺机逃往漠北。唐太宗识破其诡计，一面派鸿胪卿唐俭前往突厥营中安抚，一面密令李靖和李绩趁机进兵。李靖与李绩在白道会师后，连夜商议进军策略。李靖分析道：协力可汗虽败，但其部众仍有数万，若逃往漠北与薛延陀等部联合，日后再想征讨就难了。如今唐俭正在他营中，协力必然放松警惕，我们可趁机突袭。李绩深表赞同，随即补充道：我愿率军绕至碛口，截断他逃往漠北的通道，与您前后夹击，定能一举歼灭敌军。计策既定，李靖亲率骑兵夜袭突厥牙帐，李绩则率军直奔碛口。协力可汗见唐军突袭，军队瞬间溃散，带着残部想从碛口逃往漠北，却被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李绩军截个正着。李绩率军奋勇冲杀，突厥军首尾不能相顾，最终被俘虏5万多人。协力可汗仅带着少数亲随狼狈逃脱，后被唐军俘获。经此一役，强盛一时的东突厥汗国宣告灭亡，唐朝的北方边境得以彻底安定。战后论功行赏，李绩因节绩之功最著，被封为光禄大夫，行兵州大都督府长史，食邑增加到1500户。此次战役中，李绩与李靖的完美配合成为军事史上的经典案例，《资治通鉴》详细记载了他们趁其不备前后夹击的战术，称赞这种战术就连韩信灭田横的计策也不过如此。东突厥灭亡后，薛延陀部在漠北趁机崛起，成为唐朝新的边患。公元641年，薛延陀可汗疑难，率军10万侵扰漠南。唐太宗任命李绩为朔州道行军总管，率军前往征讨。李绩抵达前线后，见薛延陀军兵力众多，便巧妙采取诱敌深入之计，将敌军引入预设战场。战斗打响后，薛延陀军的精锐骑兵率先发起冲锋，李绩却命令士兵下马，手持长槊迎战。唐军士兵沉着应战，用长槊精准刺杀敌军战马，战马纷纷倒下，骑兵也随之坠落。薛延陀军的骑兵优势瞬间荡然无存。李绩见敌军阵脚松动，立即亲率骑兵迂回到敌军后方发动突袭。薛延陀军腹背受敌，顿时溃散奔逃。李绩率军追击数十里，斩杀3000多人，俘获5万多人，取得决定性胜利。经此一役，薛延陀部元气大伤，再也无力侵扰唐朝边境。在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，李绩不仅展现出卓越的战术指挥能力，更体现出对边疆防务的长远眼光。他在镇守滨州期间，一边修筑堡垒屏障，谨慎布置侦察兵，建立起完善的防御体系，一边安抚边境百姓，鼓励耕种纺织，大力促进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。这种攻防结合、文武并用的治理方式，让唐朝的北方边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，为贞观之治的出现创造了坚实的外部条件。除了平定北方边疆，征伐高句丽也是李绩军事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当时的高句丽是朝鲜半岛的强国，长期与唐朝为敌，甚至联合百济进攻唐朝的盟友新罗。唐太宗为收复辽东故地，保护盟友新罗，决定出兵征讨高句丽。公元644年，唐太宗任命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，率领6万唐军东征高句丽。李绩率军从柳城出发，一路势如破竹，
首战便攻克盖牟城，俘获人口2万，粮食10余万担。随后大军进逼辽东城，高句丽派4万大军前来救援，李继果断采取围城打援之计，留下部分兵力继续攻城，自己亲率主力迎击援军，斩杀1000多人，大败高句丽援军，顺利攻克辽东。攻克辽东城后，李继又率军进攻白岩城。高句丽守将孙代因假意投降拖延时间，李继识破其计谋后，下令加紧攻城。激战中，李继不幸被刘简射中，唐太宗闻讯后亲自前往军营慰问，并为他敷药疗伤，君臣之间的深厚情谊可见一斑。最终白岩城守将见大势已去，只得献城投降。公元645年，李继率军进至安市城，高句丽调集15万大军前来救援。唐太宗与李继商议对策时，李继分析道：高句丽军远道而来，必然疲惫，我军可趁他们立足未稳，发动突袭。唐太宗采纳其计，派李继率领15000骑兵迎击援军，自己亲率4000精兵坐镇指挥。战斗中，李继身先士卒，率军奋勇冲杀，高句丽军大败，被斩杀2万多人。然而安市城守将极为顽强，唐军久攻不下。当时已近深秋，辽东地区天气骤然转寒，唐军粮草也即将耗尽，唐太宗无奈之下只得下令班师。此次东征虽未灭亡高句丽，但也取得重大战果，攻克10座城池，斩杀4万多人，俘获男女7万多人，沉重打击了高句丽的势力，为日后彻底平定高句丽奠定了坚实基础。班师回朝后，唐太宗对李继的表现极为满意，赏赐他大量金银财宝，并提拔他为太子詹事。唐太宗曾对李继说：我之所以东征高句丽，就是想为子孙后代扫清边患，如今虽未完成全部功业，但你已立下大功，我心里很是欣慰。李继则谦逊地表示：我没能灭掉高句丽，实在有负陛下期望，陛下不怪罪，反而赏赐，我感激涕零。君臣之间相知之深，由此可见。公元649年，唐太宗病重之际，将太子李治召至榻前，留下了对李继的特殊安排。李继才智过人，但你往日对他无甚恩德，恐难驾驭。我将他贬为叠州都督，若他接诏后立刻赴任，等我100年之后，你再将他召回重用，他必能为你拼死效力。若他迟疑观望，便当机立断将他处死。这既是唐太宗对李继忠诚度的最后考验，更是一位帝王为继承者铺路的深沉算计。他深知李继的才干足以辅佐新君，却也需用贬谪召回的恩威并施，让这份忠诚与感恩牢牢系于李治身上。李继接到贬谪诏书时，没有丝毫迟疑，更无半句怨言，当即收拾行装离京赴任。他深谙唐太宗的帝王心术，更明白这是君臣之间最后的默契考验。多年的相伴早已让他读懂太宗的深意。唐高宗即位后，果然如太宗所料，迅速将李继召回长安，任命他为尚书左仆射，晋封司空，使其成为唐朝核心的辅政大臣。李继也以实际行动回报这份信任，在辅政期间尽心尽力，凡朝政得失无不直言进谏，为永徽之治的出现注入了关键力量，成为连接贞观与永徽的重要政治纽带。在唐高宗一朝的政治风波中，李继的政治智慧在废王立武事件中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公元655年，唐高宗欲废除王皇后，改立武则天为后，这一决定遭到长孙无忌、褚遂良等元老重臣的激烈反对。
朝堂之上争议不休，唐高宗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。此时他特意召李绩入宫商议，希望从这位德高望重的老臣口中得到答案。李绩深知此事关乎朝局稳定，更洞悉唐高宗的决心已不可动摇，便从容答道：这是陛下的家事，何必问外人呢？这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，却如惊雷般打破了僵局。他既未直接否定元老重臣，又明确表达了对帝王决策的支持，为唐高宗提供了最关键的政治支撑。唐高宗听后豁然开朗，坚定了废立皇后的决心，最终成功立武则天为后，朝堂权力格局也由此发生深刻转变。李绩的这一表态尽显政治智慧，他既坚守了不干涉帝王家事的原则底线，又巧妙支持了唐高宗的决策，既避免了与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的直接对立，为自己留足余地，又精准把握了帝王此时最需要的支持信号。事后，武则天对李绩感念不已，唐高宗也愈发信任倚重，将他提拔为太子太师，使其位极人臣，成为朝堂上无人能及的元老勋贵。即便身居高位，李绩始终保持着谦逊谨慎的态度，从不居功自傲。他曾对属下感慨：我本是草莽出身，幸逢太宗、高宗两代明主，才有今日地位，若行为不谨，恐招灾祸。因此他在朝堂议政时从不独断专行，每逢重大决策必定引经据典，参考古义，与其他大臣充分商议后再上奏皇帝。面对赏赐与荣耀，也总是再三推辞，将功劳归于同僚与下属。这种功高不自居，权重更谨慎的作风，让他在波诡云谲的政治环境中始终保持清醒，更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尊重。除了军政领域的卓越贡献，李绩在文化与科技领域亦有建树。他曾参与编纂《唐本草》，这部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颁布的药典，汇聚了当时最先进的医药知识，对中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他还十分重视教育，在自己的封地内兴办学校，严请名师，让寒门子弟也能读书求学，为国家培养人才默默出力。史书中更记载着他生性有爱，姐姐生病时亲自为他熬粥的温情细节，即便身居高位，也始终保留着普通人的真挚情感。这些故事让他的形象愈发丰满立体，不再是冰冷的战神符号，而是有血有肉的性情中人。岁月流转至公元666年，东北的高句丽发生内乱，权臣莫离之权盖苏文去世后，其子权南生、权南建、权南产为争夺权力自相残杀，权南生走投无路之下向唐朝求援。这一消息传到长安，唐高宗认为灭亡高句丽的绝佳时机已到。要知道，征讨高句丽是唐太宗生前未尽的遗愿，也是唐朝多年来的东北战略目标。此时的李绩已75岁高龄，鬓发斑白，唐高宗本不忍再让他率军出征，打算派遣年轻将领前往。但李绩得知消息后，主动请缨：臣虽年迈，尚能披甲征战，愿挂帅出征，为陛下灭掉高句丽，完成太宗遗愿。这一番话掷地有声，唐高宗感动不已，当即任命他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，让他率领大军东征高句丽，圆两代帝王的夙愿。李绩率军抵达辽东后，凭借丰富的作战经验，制定了稳扎稳打、逐步推进的战略。他首先攻克新城，斩杀数千敌军，为大军打开前进通道，随后分兵多路展开攻势，连陷16座城池，像一张巨网般对高句丽都城平壤形成合围之势。
在攻打辽东城时，他借鉴当年东征的经验，采用火攻之计，命士兵焚烧城楼，趁敌军混乱之际率军攻入城中，顺利拿下这座坚城。高句丽军不甘心亡国，集结大军前来救援平壤，一场恶战就此展开。当时正值深冬，天降大雪，唐军士兵在严寒中冻得瑟瑟发抖，士气略有低落。李绩见状，亲自来到阵前，对士兵们说：高句丽军同样身处严寒，谁能坚持到最后，谁就能获胜。他不顾年迈，顶风冒雪在阵前指挥，雪花落满肩头也浑然不觉。唐军士兵见老帅如此，深受鼓舞，个个奋勇冲杀，最终大败高句丽援军，斩杀3万多人，彻底摧毁了敌军的抵抗意志。公元668年，李绩率军攻克平壤，俘获高句丽王高臧及文武百官，立国700余年的高句丽彻底灭亡。消息传回长安，唐高宗大喜过望，当即下令将高句丽故地分为9都督府、42州、100县，正式纳入唐朝版图。至此，唐太宗和唐高宗2代帝王的东北夙愿终于实现，而李绩也以75岁高龄，完成了自己军事生涯的最后辉煌，为大唐的疆域拓展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班师回朝时，唐高宗亲自到长安城外迎接，为李绩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，晋封他为太子太师，增加食邑至3000户，赏赐无数。但常年征战已耗尽了李绩的精力，回到长安后，他便一病不起。唐高宗心急如焚，多次派使者探望，且名医诊治，甚至亲自下令供应最好的药物，却终究难阻岁月与伤病的侵蚀，李绩的病情日渐恶化。临终前，李绩召来子孙，留下最后的训诫：我见房玄龄、杜如晦一生勤苦，好不容易创下家族基业，却被不孝子孙败坏殆尽，你们要引以为戒。我死后，葬礼务必从简，切勿奢华铺张，若违背我的话，就不是我的子孙。他又特别嘱咐：我一生戎马，杀人无数，死后不必厚葬，墓前放一把刀，一柄剑，便足矣。说完，这位历经3朝的名将溘然长逝，享年76岁。李绩去世的消息传来，唐高宗悲痛欲绝，下令停止上朝7天，追赠他为太尉、扬州大都督，谥号真武，特许他陪葬昭陵，与唐太宗相伴长眠。为彰显他破突厥、败薛延陀、灭高句丽的3大功绩，唐高宗特意下令将他的墓冢修成阴山、铁山、乌德见山的形状，阴山对应破东突厥之功，铁山对应败薛延陀之战，乌德见山对应灭高句丽之意。3座山皆是他征战过的关键之地。这种以山行名战功的待遇，在唐朝历史上极为罕见，是对他一生功业的最高礼赞，也践行了唐朝以战功名青史的制度传统。安葬之日，唐高宗亲自登楼送别灵车，望着缓缓远去的棺椁，痛哭失声，左右侍从无不动容落泪。他还亲自为李绩撰写碑文，文中称赞他性姿忠勇，识具沉雄，出将入相，文武兼资。这16字评语道尽了这位传奇名将的一生风采。李绩的一生是一部贯穿隋唐乱世与大唐盛世的史诗，从隋末菏泽乡间的轻才少年，到瓦岗军帐中运筹的青年将领，再到贞观、永徽年间撑起帝国安危的纯臣柱石，他以70余载人生，在刀光剑影的战场与波诡云谲的朝堂间，走出了一条出将入相的传奇之路。他的功业从非仅凭勇武，黎扬仓前开仓济民的格局，
气口结肌突厥的精准，诺真水泊薛延陀的巧辩，平壤城下灭高句丽的坚韧，是军事才能的极致绽放，推功于李密的忠义，散财于士族的胸襟，废王立武时的审慎，辅政时的谦谨，则是品格与智慧的深层写照。史家早已为他定格了不朽地位，《旧唐书》将他与李靖并称出唐二名将，赞其成阉革之罪。《新唐书》以气节见黎阳，功劳显辽东，概括他的人生高光。《资治通鉴》更是细致描摹他算无一策、应变何时的用兵之道。这些评价恰是对他文武兼资的最佳注脚。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，这位一生谨守忠义的名将，身后却因子孙之事蒙上短暂阴影。武则天临朝称制后，李继之孙徐敬业于扬州起兵叛乱，试图推翻武周政权，最终兵败身死。受此牵连，李继被追削官爵，墓冢一度遭绝，曾经的荣宠险些被颠覆。但历史终究公正，唐中宗复位后，立刻为李继平反，恢复其官爵与名誉，因其一生功业与忠义早已刻入大唐的骨血，绝非后代一时之过所能掩盖。李继的意义远不止于个人传奇，他是隋末乱世忠义的践行者，拒绝以旧主之地邀功，坚守君臣相知的本分，是大唐统一的风雨盾，既为开国征战四方，又为边疆主就比长城更坚固的屏障，是盛世治世的扶余范。辅佐三代帝王，却始终以草莽之人自谦，为后世臣子立下垂范。他的一生映照着隋末群雄的起落，见证着贞观之治的荣光，参与着永徽年间的格局重塑，堪称大唐从奠基到鼎盛的活化石。如今昭陵旁那座仿阴山、铁山、乌德见山的墓冢依旧矗立，墓前的刀光剑影虽已暗淡，却仍在诉说着这位名将的一生，以忠义立心，以智勇立业，以谦谨立身。千百年后回望大唐，李继的名字早已超越功臣的范畴，他的功业与品格，即便历经后代风波，依旧是中华民族勇而有谋、忠而不渝、攻而不骄精神的象征，在历史长河中永远闪耀。